有位朋友私信我说，读完我的文章才猛然醒悟，能量这东西真不是虚的。之前一听到这词，他总觉得是鸡汤味的空话，嗤之以鼻。现在他彻底看清，这些年自己像个傻子一样放任正能量流失，还时常被负能量死死裹挟，活得憋屈又疲惫。于是他急切抛来问题，有没有什么狠招能护住正能量，彻底把负能量踹出生活？其实关于如何护住自己的能量场，我在公众号里已经唠过无数次，干货甩了一堆又一堆。今天我再放大招，甩出一条核心干货。很多人负能量的根源，甚至抑郁的根源，全都来自对理解的痴心妄想。这念头有多毒，简直能把人活活拖进深渊。很多人天真的像个孩子，以为只要敞开心扉，掏心掏肺的聊，对方就能秒懂自己，自己也能 get 到对方的点。醒醒吧，哪有这么简单？人与人之间的思维方式、三观差异大到离谱，简直像隔着银河系。你想互相理解，纯属做白日梦。举个扎心的例子，如果你是靠自己从底层逆袭上来的孩子，想跟父母沟通点什么，根本没戏唱。他们的思维还死死卡在底层，认知被老旧观念焊得严严实实。你费尽口舌，再多交流也只是白搭，只会让彼此失望到想撞墙。负能量像病毒一样在你身上疯狂滋生，更别提一起生活了，住不了几天，他们的垃圾思想就会像黑洞一样，把你好不容易爬出来的高度重新拽回底层，情绪也跟着崩得稀碎。这时候，父母不是你的港湾，而是幸福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别误会，我不是说要抛弃父母，我们可以给钱，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，尽孝没毛病。但想深入沟通，互相理解，抱歉，门都没有。底层父母的认知里，很多现代概念根本不存在，比如过敏、抑郁、情绪、文明这些词，对他们来说就是外星语言，统统被归为矫情。我成年后突然乳糖不耐受，喝牛奶就拉肚子，小时候明明没事。我跟父母提了这事，他们一脸不屑，让我少喝点，慢慢适应就行，别那么矫情。抑郁症就更别提了，网络上案例多到数不过来，有人确诊中度甚至重度抑郁症，鼓起勇气告诉父母，结果换了一句别矫情，多出去走走就好了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只有身体的病才算病，心理的病全是装模作样，自找麻烦。这毛病不光出现在父母身上，其他人际关系也一个德行，尤其是底层关系，千万别指望互相理解。我之前抛过一个很辣的观点，驾驭和控制才是最稳固的人际关系，平等对话，那就是崩盘的前奏。比如男女之间，一旦开始你一句我一句的平等扯皮，离散伙就不远了。最佳状态是不同维度里彼此互相驾驭，互相崇拜，保持一种动态平衡。父母和孩子也一样，小时候父母驾驭孩子，长大后孩子得反过来驾驭父母。或者说更成熟、更明事理、更智慧的一方，必须毫不犹豫地驾驭不成熟、不明事理、没智慧的那一方，否则关系迟早乱套。我就是这么做的，对父母要求严到不行，没事不许乱说话，说错一句我就炸毛。比如亲戚怎么评价我，敢乱嚼舌跟我直接开对。我也不想当暴躁老王，但如果不这么干，我这辈子的幸福和好心情都会被他们毁得渣都不剩。部落客和粉丝的关系也一个理。假如我是个特开明的人，特在意粉丝的回馈，没事就搞调研，求大家给我提意见，你猜结局是什么？我的号半年都撑不到就得崩。因为大家七嘴八舌，鸡一嘴鸭一嘴，说的都特有道理，我听谁的？到最后只能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，号也黄了。所以最好的办法是，谁的意见我都不听，只听我内心的声音，坚定走自己的路。我指望大家理解我吗？根本没这念头。我甚至觉得，如果大多数人都理解我，那我肯定是哪步走错了，离完蛋也不远了。这话一点不夸张。
前2天热搜上有个让人心碎的新闻，一个孩子在学校被撞身亡，几天后孩子的母亲也跳楼自杀了。据说可能是因为他受不了网暴的压力。魏石魔被网暴，我没细看报道，但大概扫了一眼，原因是网友指责他去学校维权时太冷静，化了精致妆容，还穿一身名牌，暗指他拿孩子的赔偿金买奢侈品享受生活。这位母亲的死因到底是什么，还得看后续报道，或许永远没人知道。但我很清楚，因网暴自杀的人历史上从不少见，每年都有，触目惊心。我猜这些人自杀前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肯定是，我明明没那么干，你们魏石魔冤枉我，魏石魔不理解我，我只能以死证明清白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天真的以为人与人能互相理解，殊不知这念头就是最大的陷阱。就像《让子弹飞》里的小六子被冤枉吃了2碗粉只给1碗的钱，怎么解释都没人信，最后只能剖腹自证清白。清白是证明了，可命也没了，值吗？所以想摆脱负能量，最重要的一招是千万别妄想人与人能互相理解。不被理解甚至被冤枉其实是常态，尤其在网络时代，尤其当你有了大热度无数粉丝的时候，流言蜚语就像空气，无处不在。有网友说得很，如果有人冤枉你吃了2碗粉只给1碗的钱，你不该剖腹自证，而该把对方的眼睛挖下来，让他们钻进你肚子自己看。我觉得没必要这么暴躁。当你看透大多数人不会独立思考，只会跟风的蝼蚁本质后，你会淡然的像个佛系老僧，波澜不惊。一定要养成不解释不自证的习惯，面对流言笑笑就好。因为当你试图向蠢货证明自己时，你就证明了世上至少有2个蠢货。寻求认可就是在求着被奴役，主动把自己的能量场拱手让人。摆脱负能量的终极秘诀是把理解的幻想彻底扔进垃圾桶，守住自己的内心，管他别人怎么想怎么说。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，能量场也是。别让那些无关紧要的噪音毁了你的好心情和幸福未来。活得清醒点，狠一点，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可以很轻快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